抗美援朝戰爭為什麼必須打？因為這場戰爭關乎中國的命運。美軍已經把戰火燒到中國邊境，威脅到我國東北。這場立國之戰不僅是中美對決，更是中國與眾多西方國家的較量。當時美國的鋼產量是8772萬噸，而中國只有60萬噸。美國擁有原子彈、航空母艦、噴氣式戰鬥機，中國卻連一架像樣的飛機都造不出來。全世界都認為，如果中美開戰，中國必敗。1950年6月25日，朝鮮半島的內戰爆發，僅僅2天後，美國總統杜魯門就宣布武裝介入，同時派第7艦隊進入台灣海峽。這意味着美國不僅要干涉朝鮮，還要阻止中國解放台灣，並且美軍的飛機還不斷侵入中國東北領空，對邊境城鎮進行轟炸和掃射。這分明是赤裸裸的戰爭挑釁。原本只是半島的內戰，變成了關乎中國主權和安全的大事。起初，戰局對北朝鮮極為有利，朝鮮人民軍一路南下，把南朝鮮軍隊打得節節敗退。但自美軍在仁川成功登陸，攔腰切斷了朝鮮人民軍的補給線，形勢急轉直下。此後，美軍和南朝鮮軍全線反攻，朝鮮人民軍節節敗退。10月1日，金日成給毛主席寫信，請求中國出兵援助。斯大林也發來電報，建議中國至少派5-6個師入朝作戰。毛主席立刻召集眾人開會，但多數人不贊成出兵。當時新中國剛成立1年，國家一窮二白，軍隊裝備落後，根本打不起這場仗。毛主席只能給斯大林回電，表示暫不出兵，但他並沒有徹底放棄。10月3日，周總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，請他轉告美國政府，如果美軍越過38線，中國不會坐視不管，並且特意叮囑翻譯，一定要把“管”這個字翻譯準確，要有分量。然而，杜魯門根本沒把這番話當回事，認為中國只是在虛張聲勢。10月7日，美軍越過38線，向北朝鮮腹地推進，和平解決的希望徹底破滅了。10月4日和5日，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擴大會議，彭德懷被緊急召回北京。毛主席當面請他掛帥出征，並做出抗美援朝、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，但出兵還需要蘇聯的支援。中國軍隊裝備落後，如果沒有蘇聯的武器援助和空軍掩護，入朝作戰的勝算並不大。10月8日，周總理前往蘇聯，親自與斯大林談判，可斯大林卻表示，蘇聯可以提供武器裝備，但空軍還沒準備好，至少要2個月後才能出動。這意味着志願軍入朝作戰的頭2個月將完全暴露在美軍的空中火力之下。消息傳回北京，出兵計劃被迫暫停，但此時戰場上的形勢萬分危急。美軍不僅佔領了平壤，先頭部隊距離中朝邊境只有不到100公里，如果再不出手，朝鮮即將全境淪陷，美軍的炮火將直接威脅我國東北，必須立刻做出抉擇。戰事危急，蘇聯反覆變卦，中共中央將如何應對？這場仗要怎麼打？我們下集揭曉。